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越壮越有味，迪丽热巴与李兰迪告诉观众，聪明的人不遮羞，美从来不是局限的，相貌是如此，电视剧风格亦是如此。在刻板印象的甜宠言情剧里边，男主角就必定是强势的一方，不仅能力惊人，而且懂得还多，总能在危急关头扭转局势。不管女主爱不爱自己，他总能办法能追求到手。而女主呢，往往就扮演着在男主身边，一脸羡慕地欣赏着他的人，既要闯祸，又要无理取闹。然而现实生活中，观众所向往的爱情是如此的吗？那肯定不是的。幸好这种霸总臆想剧并没有走红太久，现在的言情剧更加注重双强组合，男主可以是称霸一方的王者，女主的身份也同样不弱，或者男女主都算得上人中龙凤，但两人三观一致，能够携手共进。在这种新风尚审美之下，娇滴滴形象的琼瑶式演员反倒是不吃香了。比起傻白甜女主，现在的观众更爱那些飒爽性格的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善之人，就更让人兴奋了。从十里桃花白浅开始，仙侠剧的女主越是大气，越是容易封神。曾经被嫌弃的大骨架女明星，纷纷用她们的实力书写了一个新时代的巅峰。迪丽热巴、谭纪云和版九尾狐不同，回应古装硬朗，直言自己满意。在出道初期，因为吃货人设与自身性格，迪丽热巴还曾有个外号叫做胖迪。彼时她少女年纪，又不谙世事的天真模样，跟这个外号很是适配。而后在圈内沉淀了几年之后，她流量飙升，开启自己人生中比较精彩的一面。走红毯的风格也从一开始的朝着甜美签约走，到如今的惊艳亮相。如果说出道时的她对自己可能还存在点不自信的话，那么现在名利双收的她，对自己之盛夏满意，就算被嘲笑长得好壮实，一点也没有仙子的飘逸。别拍古装剧了，她也依旧不慌不忙地进组古装项目，好像就憋着一口气，故意要出彩给黑粉看。在采访里提及凤九与纪云和的差别时，她很清晰地点出了两人的不同。如果说凤九还是小女孩的那种懵懂的话，那么纪云和就是霸气的。每当她以九尾狐形象出现时，正是在她急于保护自己，即将开始大战时，所以她的眼神必然是凶狠的。那么这样的形象，自己当然能演绎。别人笑她古装硬朗，她却开心表示自己满意。越张扬越清醒，从迪丽热巴近2年选择的角色上就能看出，她已经不再避讳自己长相与气场上所带来的嚣张了，并且不以为这是值得隐藏的。李兰迪拼命瘦身塑形，脸部稍微有肉反而衬托出坚韧性格，凭夜谭走红。同样发挥自己特点的还有95后小花李兰迪。论身姿，她的确是天生就瘦不下来那种，跟《星落凝成糖》中姐姐的扮演者待在一起，对方都薄成纸片了。她的腰部却仍然能看出肉感，但这又如何呢？从原生条件来看，她的脸跟她的身材是匹配的，大骨架就配国风大气脸，微微钝的双眼，流畅的鼻子，稍厚的嘴唇，美貌从小到大都没变化的李兰迪，符合中国传统审美对美女的要求，那便是浓眉大眼，肤如凝脂。梦回时期她确实是胖得有些过分，但此次扮演叶檀，在开机仪式上就能瞧得出她有在瘦身了。众所周知，镜头是会拉宽比例的，且古装戏服一层层的，穿上去很厚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李兰迪还能展现得出明显的腰线，足见其实下了很功夫的。原本剧里设定叶檀的年纪便是18岁，真实生活里的18岁少女，要是瘦成不成样子，反倒是会被担心没有跟得上营养的吧。叶檀虽然是被穷养的，可因为想着要活下去，所以就算饭菜难吃，她也狂狂往嘴里塞。到了天界之后，更是饿到把男主的神牛都给宰了。越是有肉，越能显得他小吃货的人设。大骨架并不是缺憾，只要能利用好，照样能表现得精彩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